好，我是中国嘉德书画部古代书画组的栾静丽，这位是我的同事赵明。大家好，我是赵明。今天由我跟赵明来给大家介绍我们这一次秋季拍卖，大观夜场古代书画的几件明代的手卷。我们按照时间顺序来给大家讲。第一件呢，我们是来介绍一下这个明代吴宽和周晨的《陶庵学咏图》。学咏图呢由吴宽的行书及周晨的雪景山水构成。我们知道吴宽呢是明代的中期的著名的文学家、史学家，曾经陪侍明代这个朱孝宗这个朱佑樘和他的儿子武宗正德皇帝朱厚照读书，实际上是两代帝师。他呢是明代苏州的第2个状元，对，是成化8年的状元。吴宽这个人呢，他是一个非常一生好学勤学的这么一个人，一生精研唐宋大家的这个诗文，特别喜欢苏轼哈。对，所以他的这个诗文的诗风呢，是很像苏轼的，就是比较的不是雕琢，然后呢，非常的韵界简淡，而且他的书法呢也是规模苏轼，有点亦步亦趋的感觉哈。那么我们面前的这一段，吴宽的行书诗呢，实际上就是他追摹苏轼的文风和书风的一种典型。他自己在这个诗中还自称说清虚旧韵更可借。他的3首诗呢，借用的就是苏轼的这个清虚唐诗的韵脚啊。对。那赵明，你说一说他这3首诗的内容。他其实这3首诗，就是其实是邀请那个他的同乡，也是他的好朋友李世贤，然后他是李杰，然后其实应该是李杰邀请他来那个屋中去赏帖，其实就是这个清虚唐，就是苏轼这个清虚唐诗帖。然后但是呢，他因为其实它是在一个下雪的天气当中，下雪天，对，李世贤邀请吴宽来欣赏这个苏东坡的清虚唐诗，对，清虚唐诗第1首，对，这是第1首。然后呢，其实在第2首，其实他已经知道这个东西应该是一个石印本，他猜到了，对，他猜到了，对，但是他还是就是仍前去，就是去欣赏这个法帖，因为这个李世贤是怕下雪，想约酒，对，怕下雪天大家都不来，他就用一个说我这儿有苏东坡真迹，就把大家给忽悠来了。对，结果一看，一来了一看是个石印的，是个拓本。对。然后第3首诗呢，其实是他拿出来沈周的一个雪景图，然后就是来请吴宽来去题写的，是沈周给他画的。对，所以我们也不知道，就这个里面这个画里面，周晨画的这个画里面，大家桌前去欣赏的这张画是不是这个雪景图？就姑且说是，对，也许是东坡的这个清虚唐诗那个拓本，也许是也可能是沈周画的这个雪景图。所以这样它就是有一个，因为这张画就是感觉它是有一个那种不同时空的一个交叠感。为什么呢？其实刚刚也说了，这首诗就是说先是在一个下雪天，然后由这个李世贤去邀请这个吴宽来去赏这个苏轼的这个清虚唐的这个帖。对，然后之后呢就是他画的也是一个雪景，对。然后呢其实它就是一个让我们有一个就是所谓经典，就是它不同时空的一个让大家有一个回响，一个共鸣。所以我们其实我们的秋拍其实是在月底，是一个估计也是个雪天。对，希望那天可以有雪，然后我们可以大家一起来欣赏。对，在欣赏。然后说到这个吴宽呢，吴宽其实他是家藏是非常丰富的，就是有很多的那个收藏，所以我们刚刚也说了，他其实这个书法是完全除了他的诗
诗韵呢是布的是那个苏轼的清虚堂法帖，对，书法也是得其精髓。然后呢，吴宽呢其实是相当于是一个吴门的一个先导人物，因为他领袖，对领袖级的人物哈。对，因为为什么说他的那个书风的那个重要呢？其实就是在明初的时候，因为是管阁体是一直是我们不能用乱觞这个词语，但是那个时候就是大家从元人的这种其实那个时候元人是比较反对宋人的那种上意风格呢。那到时候到了吴门的时候呢，他们又重新去学了这个宋体，去学了这个苏轼这种帅意的，对浑然天然这种帅意的字体。对。然后这个是吴宽呢，又把他这3首诗呢，又手录送给他的一个同里的一个志气好朋友陈玉汝。那么陈玉汝呢，是当时也是在京城做官，他们这李世贤、就李孑、吴宽，然后陈玉汝当时都在北京做官。那么陈玉汝呢，又请这个周晨去把这个吴宽的这诗意给图绘出来，就成了这件学咏图。其实通过这件，我们对周晨也有一个新的认识哈。周晨呢，实际上当时他应该是一个很有名的画家了，他的这个画境和绘画的技巧应该在当时是很出色的，所以呢，我觉得陈玉汝能请他，说明他也有一定的地位。他呢其实他是很刻苦的临习过古人的这个绘画，比如说李成啊、郭熙啊，李唐，然后他自己的绘画的这个风格呢，取法的是李唐，就是那种用笔特别纯熟，然后非常谨严整饬的一路，这也是我们比较常见的院体的。但是我们这个周晨，再说到周晨呢，其实他最有名的是2个学生，唐寅和仇英。对。但是呢，他因为仇英和唐寅太有名了，把老师的名声都给掩盖了哈。然后这个周晨呢，其实自己也承认，他和这个唐寅之间的区别就是，只差唐生3000卷书，就是可能书读的不够多。对，因为他是职业画家。对，职业画家。但是从我们现在看存世的这些，唐寅和周晨的存世作品看，其实我觉得在绘画方面可能成就也相差没有那么大。对。这个确实我们平常看惯了呢，或者是我们在学习当中经常关注到的，都是周晨这种院体风格的。对。像这个学咏图这种松秀的偏文人气质的作品还真是不多见。对。但是呢，就从这个短短1米长的手卷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周晨的真是一个很出色的这个画家。他是很讲究这个布局的。比如这个学咏布局和用笔哈，这个学咏图这短短的这1米，你看他这个用这个淡墨轻轻的，就是自染这个天空和河流。就这河流和天空仿佛都凝住了一般，那种冷的感觉就出来了。对。然后它这个树也是用这个枯笔干皴，就是这个枯枝也是营造了冬天的气氛。然后这个白雪，你看它基本上一种留白，或者是说它比较少皴染。所以那个雪的那种皑的那个白雪的厚度就出来了。对。所以它这非常简单的就把这个银装素裹，就是这个冰天雪地的这个冬天的景象就给描绘出来了。但是呢，虽然非常的寒冷，但是呢，并不是很荒寒，而是用在很大的一份篇幅呢，画了很多树。这些树呢，比如说松树柏树的这个翠的这个翠绿的叶子和松针，夹杂着这个比较灿烂的这个嘉叶树、红枫叶树哈，所以这个雪景呢又赋予了无限生机。所以你并不觉得它很凄寒、很冷的那种寒冷的感觉。还有就是人物的塑造，就是人物呢，虽然呢看上去很小，但是很传神。比如说，这个正房是3个高士在这儿欣赏，可能是东坡墨迹。
可能是吴宽的沈周的学景图哈，聚精会神，好像不受这个寒冷的冬天的干扰。这个左边这个小童在这儿非常认真的在煮茶，手里还拿着个扇子哈，就刻画特别细致，在煮茶。就是你能感觉到北方的冬天，这个茶炉上做的这个茶壶滋滋，就是冒响的那种声音，有烟，对，然后它散发出那种温暖的、湿润的那个感觉哈。这个画面呢很温馨，哎，很幽静，很温馨。所以就是说，周晨确实是一个他很讲究构图，很巧妙，对，也非常合理，人物呢刻画也非常传神，非常的准确。是，它是这是这个别体哈，对别调，是我们比较少见的。相当于是把那个大力轴的前景，它是一个远山，是它我们比较常见的它的那个皴法，像南宋李唐的那些皴法。然后留白是山，就是那个雪，然后是一个很围得住栅栏的一个很群的一个小院落，而且院落的门又是打开的，其实也是有一个敞开，希望大家还可以在就是不断的有客人朋友来，对，就好像观者也可以跟着这个门，然后纵身走进去的那种感觉。然后再远处，然后是有桥，然后它把慢慢的外界给联系起来了，对，推到更远的地方。其实更远的地方其实就是或者是更高的地方，而且我们都知道，其实下雪天它其实会有一种很亮堂的感觉。对，它其实就是虽然没有我们现在所谓的这种聚光灯啊，但是我们可以看画面当中，我们自然而然就会看到这个3个人。然后就是完全是跟这个吴宽的他这个诗意前来赏玩，对，完全的切合在一起。相当于我们其实读这个诗，我们可能并不能特别的深刻能了解这个行为，去我拿了这个宝贝，然后去朋友家，或者是我去冒雪前去朋友家去欣赏这个东西的这个迫切心情，它完全周晨就给我们刻画出来了。对，所以我觉得就是确实是像栾总说的，他打破了我们以往对周晨的那一种院挺风格的印象，他非常的让人就是诗情画意的一种对，然后就是这个文征明这个4个隶书的营手，大字营手哈，对，就是完整了这个故事，刨鞍学勇，完整了这个故事和这个画面，也体现了，对，非常的点题，感觉他这个门生文征明题也有点苏轼的风格哈，对，就是非常的这个有点带劲的那种横体，对，就是感觉这吴门2代文人的这个精神完美的契合在一起，对，这个卷子，我觉得对于我们研究吴门的绘画呀、吴门的文化和吴门的这个政治，还是非常有这个重要的文献价值、文物文献价值。对，我们根据这个吴宽、李贤，就这诗的主人李贤，还有陈觉这个书法的主人的。他们当时在北京工作的这个时间段在弘治末年，弘治呢是1487到1505这一段时间。那么吴宽呢是1504年去世的，陈觉是1506年去世的。那所以这个卷子应该就是在这个时间段。那周晨呢，他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这个时间的出生的年限，他大概是在1460年，跟祝枝山差不多。那么到1500年之后，也就是40多岁的时候，他是1535年去世的，所以这应该属于他的中年的作品，对，中年的和盛年的作品。这个也特别的符合他中年在严谨当中的那种宽和和安闲的状态，所以这个卷子看上去很舒服，对，舒服，很舒服。对，这个故事呢，从明代讲到清代哈，我们再看看后面呢，有2页纸哈，这个是2页信札，粉笺的信札。这个信札呢，我感觉又给这个手卷一个非常重要的丰富的历史内涵。对，就是王懿荣
写给翁同龢的一通信，那是在1898年的6月哈，戊戌政变失败，翁同龢黯然返乡。这时候，王懿荣拿着陈纯的这个金郊行画卷和这卷周晨的这个学咏图来给老师送行。信中呢表示了他愿意继续跟随老师，期待国救民兴的那一个时刻。现在下次再见。对，然后这个从1898年的6月，此后整整110年，在2008年，由我们公司那个协助，在中华世纪坛举办了是叫传承与守望翁氏家族的收藏。那么这个密藏了110年的这个吴堪周晨的学咏图，才再次呈现在世人的面前，被大家观赏。这一件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这一次非常重要的一个作品。它其实也是有一个2段的师生的感情。第一是刚刚栾总说的，他的文征明给老师写的题的引手。其实文征明的大字的引手，其实在吴门的很多手简当中是比较常见的。然后呢，但是他有很自谦的专门写了一个门人门生。对。然后呢，王懿荣呢，其实又是跟翁同龢就是有师生情谊，对，有师生的情谊，所以他其实这一卷是饱含的是2段的师生情谊在里面，所以就是刚刚所说的，它还是一个就是我们所说的经典的文化，它是在不同的时空当中，它都可以引起这个共鸣。我想，就其实王懿荣当时送给，就是因为当时翁同龢是要离开北京，送给他这一卷，我想也是他这个卷子里面的他的这个含义吧，就这种情愫是应该也是希望可以继续与你这样赏画啊，或者这样的一个期许在。确实，因为他那个时间节点是比较。让人唏嘘不已哈。对。然后呢，翁同龢还自己在这个手卷上提了一个自题的签条，好像还记载在自己的日记当中。对，自己在记载自己的日记当中。对，所以就是他其实还是非常珍重的，而且我们这个也看了，我们用这个包手也是一个它的原装的缂丝的，非常的漂亮。所以这卷就是不管是从它的从吴门的艺术价值，还有它这段历史，以及晚清的这段师生情谊，对政治史，就是一个非常很难得的，就是不仅简单是一个吴门的这种一个赏画这种很简单的故事，对，它的历史内涵是很丰富的，还是离不开吴门。第二件呢，到文征明了，文征明。这个文征明的泼墨山水卷，实际上我觉得应该是破墨，用这个浓墨或淡墨的一个很典型的一个卷子。当这个卷子，我们第一次拿到手里，我第一次展开的时候，我以为我看了一个沈周的手卷，就是这种感觉哈。那个帆头，那个点，对，着实，是。这个文征明呢，实际上我们都其实挺熟悉的，是他很早呢就是跟这个吴宽、跟李英珍和沈周学习这个诗文、书法和绘画。20几岁他就开始会作画，一直到将近90岁。对，是个吴门当中非常高寿的啊，这可能跟他这个脾气性格也有很大的关系哈。对，所以他在这个。有很多方面都很高的成就，也是之后领袖这吴门文坛也是几十年，时间也很久，影响也很大。对，他就是由于创作时间长嘛，他有很多优秀的大量的作品存世。那么我们这件呢，就是比较特殊的哈，实际上也不特殊。他和沈周学画学的基本上可能就是老师的面目还是很清晰的，粗笔，对，粗笔的沈周一类的哈。那这卷呢，就是李左贤也说了，说这个此卷粗笔写意，元气淋漓，颇似石田哈，颇似石田是词老的这个叫词老的别调还是？
他说的是怎么说？变革为词老的变革是文征明的变革。实际上文征明这一类作品也并不少见，词老变革对，集中在他60、70岁，像故宫的雨晴记事啊，这是62岁的，也是这一类的。对，这个是快70岁。对，快70。江西省博物馆也有一个立轴，叫西桥幽居。是70岁前后，那没有特别明确的年款，我记得好像都是这一类，是学沈周进而学习吴镇的。这个手卷呢，其实就是这种学习跟沈周学习，然后进而学习吴镇，再去探讨南宋的马远啊、夏圭，是比较典型的。平图是对，南宋的风格，对啊，所以那个吴湖帆在后面也说用笔之猛，用墨之勇，是全师梅花道人。对，他认为都是学吴镇，都是学吴镇，对。从绘画的这个技法上，我们看，就像赵明刚才说的，这个平图就是从宋人这儿来的，确实他的山体都是用这个淡墨平涂，变化比较大，偶尔有一些腐皮皴，变化不太大呢，墨色的变化不会大呢，就显得画面整个很完整，对。但是呢，他又善于用点子，用这个浓墨破了这个淡，他这个丰富的点子呢，就使这个画面的这个的层次和阴阳就表现出来了，就加强了这个画面的纵深感哈，对，这层次非常的清晰，而且它这个主要是他用了10几个点景的人物，就把我们这些读者就带入进去了，对，直接串进来，代入感很强。我们就跟着他这个里面景点里设计的这几个人物去游山，观瀑听泉进行了一次卧游，确实，然后这卷呢，其实它落款是他写是画于7月初旬，热天哈，对。然后那个吴湖帆的在后面的提拔也非常的翻绣脱蝶，对，翻绣脱蝶就是非常能感觉出来，这么热的天，然后他也解衣盘帛，对，解衣盘帛。这个文征明画完这一卷，他自己也很畅快，对，进行就是有一种天人合一的感觉。所以在这一卷，我们就了解了我们比较深刻的2个词，就是我们所说的墨分5色，还有解衣盘帛，就是以前可能画论这些词很生涩，但是看完这一卷的话，就完全就好像就可以理解了。它确实墨分5色，层层的叠染，尤其是它在这个后面这个屋舍这个松树这边也是一层一层的，就是而且特别透亮。对，就主要就是非常的明亮明快而且其实虽然栾总刚刚介绍了很多。都是这样的粗笔是可以见到的，但在市场当中很少，尤其像这么长的卷子，然后这样它用笔是很迅速的，但是力度很强哈，对，力度很强，速度快，对，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文征明。对，这个他这个画面表现出来的这吴湖帆就说这个全卷这个非常的有魄力，读之令人色飞，就形容的非常的巧妙，对，就是吴湖帆还是很理解哈，作为一个画家的这个评价非常的精到，就是用的是色飞，还有用墨之勇我觉得这个很难去形容这个猛勇这是很难就奔放，这些很难跟我们印象当中的这个文征明的形象对，所以所对应上，所以这一卷就看完就是虽然我们可能看的时候是冬天，但我们还是能从这个热情当中也能感觉到嘉靖己亥的7月10日的那种热劲然后画完画以后，我们就特别的畅快，对，这个后面这些提拔，这个沈尹默说的是差为奇观，他甚至感慨，哟，这个70岁的这文征明太厉害了，他还能有这样的魄力哈。对。然后这个李左贤汪仿、沈尹默和吴湖帆都一致的认为，这是此翁这一类作品的可以说是难得一见的，是仅见的，至为精到的无上妙品。这几个人真的是异口同声的评价，对，就是评价非常的一致，就是
非常的难得，非常难得。对，然后这卷，因为我们刚说的是泼墨，刚刚栾总也说它是应该是用破墨，泼墨其实不是我们瞎起的啊，它是那个李左贤这个那个山水对书画剑影当中他自己这样是注入的，对，所以他也给我们就想象当中这个泼墨的这个概念有了一个新的认识。对，我们想到了可能就是泼墨，我们想到了中国画，也就是徐渭，但它是不一样，山水当中这样的这种不一样泼墨的画法。然后还有呢，它其实这个我们看到这个卷首卷尾都有很多的藏印，对，藏有30多个哈。对，有一些我们还不太没太认出来但是这些藏印里面其实是就我看到就有一些很熟悉，天井楼都是在我们之前的那个四贤山水对，然后所见到的，比如说何冠武啊，然后还有梁惠武，对，最早的是胡小卓，对，胡小卓是那个道光时期的进士，他可能和李左贤，我觉得他们都是山东人，对，就同期的，可能一起看到的。对，还有这个何冠武，对，还有大千好梦，对，大千好梦，感觉这个卷子的这个行踪和四贤好像有点差不多，对，都是在应该是在去了广东，对，后来又回到了上海，50年代又回到了上海，又是在吴湖帆的。所以这个好像这个传播的路径是差不多的。对，这个注录也很多哈，李左贤的书画剑影，徐老的2次改定历代流传绘画编年都注录了哈，对，都注录着这个。然后学者们在研究文征明的时候，因为他有明确的年款嘛，对，所以呢也都注入了，比如江兆申和周道镇哈，都是研究文征明的专家。对，所以也是一个有很多收藏和注入的名件，对，这也是我们非常非常生的。作品也就几十年、70年没有露过面。对，50年是吴湖帆最后一次题，对，很重要的一件吴门的作品，也是很少见的。文征明的粗笔山水，对，说文征明的细笔山水比较多哈，因为他年轻的时候就画细笔，一直画到老，而且越老越细，画到80多岁，他真赏斋就是非常的工致秀丽的一种。它这种粗笔呢就比较少一些，所以这个有这个什么粗文细审之说哈。对，就是在那个时候，就是粗文就更珍贵。对，粗笔的文征明，细笔的沈周就更加的珍贵。对，而且我们这个长达将近4米，不到4米，对，3米多，对，3米5几，这么一个完整的手卷，一气呵成，对，是非常难得的。我们希望有找到它的知音哈。其实还是脱离不开吴门，就是下面我们要看到的这个天下第一的这个沈世充。对，被陈继儒称之为子居平生画卷，此为第一。对，就是为什么说离不开这个吴门哈？实际上到了明代万历和崇祯年间，这个画坛的中心是渐渐的从苏州东移到了上海，这个叫松江华亭一带。出现了很多重要的画家，顾正仪呀，董其昌哈，对，赵佐，宋旭，宋茂进、赵佐。那么沈世充呢，实际上是一个，他就是得这个松江正脉，说他的画史上记录他怎么说是叫清味苍古，是格韵并盛，是其中的一个佼佼者。他的作品不多，我们翻阅了一下，在故宫呢。有一个仿宋元14家的手卷，大约是在1610年之前的作品，因为它上面呢有的题是辛亥1611年的题，那上面呢它是可以看出沈世充是非常的刻苦的临习了古人，比如吕澄、郭熙、郭忠树、董源和巨然。作品呢仿宋元14家，上面有当时比如陈继儒、李日华、宋茂进和赵佐的题跋。陈继儒的题跋呢，我觉得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吴门有石田翁，武松就是我们松江得子居也，所以对他评价很高，就堪比吴门的沈周。那这个他的这个老师赵佐提的就更有意思了，他说这个叫石流易曲，古意难学，子居何咄逼人耶？这个咄咄逼人，我觉得用的很有味道。当然可以肯定说，当时的这个
画坛是很认可他的，所以呢，就是有这么一个著名的一封信哈，是陈继儒写给沈世充的，说子赳兄那个给你一张白纸，给你带3颗润星那个叫是润格哈，3星叫说给我画一个大画，明天就要交稿，然后还有要求，别署名，这名字要由董公来写，足见这个他们是很看得起沈世充哈，董其昌和陈继儒，说明这个沈世充是被这2位这个大佬欣赏的，哎，替董提携的，对。那么就是说，这封信呢是研究董其昌代笔的一个重要的文献，那么也肯定对，也说明了沈世充画艺的这个高超或者当时的影响。但实际上我们看了沈世充的作品呢，实际上他和董其昌其实差别挺大的，他不是一路。这沈世充呢是长于构图的，而且它皴染的非常的周至，也非常细腻整饬，比较技术，对，是属于技术很纯熟的一个画家。而董其昌呢，他是一个士夫，他就是想到哪儿画到哪儿的那种哈，很生锈的那种，不拘形模，就是完全符合写我自己内心的东西。那所以就是沈世充呢，看来他不仅能够画董其昌那种风格，还是有很高的自创的能力。对，那么从这一卷《江南秋色图卷》，我们就可以大致领略这个画家沈世充的这个才能了哈，对，画得非常的好，而且画面很丰富哈。对，它就是有一种很像，在我看来就有一种很纪实性的那一种写景。对，就是他虽然就是我们提到沈世充，我们第一个反应就是他是董其昌的这个代笔，对，我们知道，就从小就这么被教育哈。对，但我们很少就是这个手卷就完全就让我们可以能够理解为什么当时他会被董其昌、陈继儒这2位在当时松江德高望重的人的提携。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很多画里面其实都有陈继儒的这个对他的这个赞誉。其实咱们这卷也有，他被称之为是他的第一，是画卷第一，对，画卷第一。然后呢，这一卷呢其实就是古人可能那时候没有我们这个航拍技术，在我看来它对这个有点像是明代的航拍，但我们去浏览了一番，它虽然它没有说是画的是什么地方，然后呢，在我看来，它其实就是画着他生活的地方，就是我们说的9峰3卯，就是他们那个松江的那个地方的这个地貌。对，然后它其实是写生，但是呢，融入了很多自己的理想。对，它每个细节就画的，比如说广漠的田园啊，还有这些远处的这个城楼啊，丘陵为一，然后湖水接天哈，有这种远景，然后有一种缥缈感，因为它其实就是画江南，它就是云气，然后雾气，氤氲的感觉，就是它这种画法特别的适合表现这种温山软水的江南的风景，就是让人感觉到很唯美。对，就是柔媚哈。对，要刚刚说是刚刚咱们看的那个文征明的手卷吴门那个，对，就是很就是有一种很像武侠片的那种，这种就是它，因为它用了很多的这种我们所说的中国画的水色，然后用了这个朱砂啊、胭脂啊，还有这个花青，因为我特别喜欢花青这个颜色，它染了这个天和地，就会有一种，就虽然它画的是云气蒙蒙，但是在这里面你还是可以看到一些很多的这种实景在，对，就让我感觉到非常的唯美，唯美就有一种有桃花源之想哈。对，有桃花源，因为确实他其实那个时候他们明代人还是比较喜欢要有一种隐居，但那时候的隐居他们就崇尚的不是隐居于山林，而是隐居于城市。对，其实像这种农耕时期的这种安逸的闲适的生活，现在也是大家非常向往的。对，它也是画面非常丰富。你看这个有这个归耕的这个农夫啊，有园圃归帆，哎，然后有士子凭窗读书，还有这个下网打鱼哈，然后这个策杖行吟，人物很丰富。
后面这还有一个对这个拳，对这个是协着拿，应该也不是琴，或者是拿着捧着一包书，这高士向这个山中走去，对，远处还有待客的对待客的人，对，这个就有点是开窗户等你来，这个2个高士在这临流清谈，对，因为他很善于画。也善于画水，对，水其实是整个的是有一个这个脉络在，然后还有这些柳树，就是用的，其实他用笔非常的轻松，这整个卷，对，松秀非常的对，松秀柔美。就非常的让人放松。这一片曾经是我们上一场拍卖的时候选的这个位置做的这一段做的封面哈，所以这个确实是一个从实景的，因为它这儿有一个小的这个寺庙式的小亭子，对，就是得以实景的写生，应该像佛塔什么之类，对，有点黄公望，所以它确实受董其昌的影响是很大的，这一段是可以看出来的，很明显的，只是它染了色了而已。对，还有行旅、舟集行旅非常丰富，有村落。对，我们也翻了翻书哈，翻了翻书，这是沈世聪的作品手卷呢。其实他作品留下来并不多，对，手卷呢也不到10件。那么我觉得，无论是从这个尺幅还是从画面本身，这件东西都是名列前茅的。后面那个陈继儒说这个是生平第一，我觉得非常贴切。这个署款呢是几位清河，就是16、19年的4月。那根据流传下来的沈世聪的作品呢，他基本上的创作年代就是在1600年到1630年代这段时间是他的作品就是比较活跃的。几位清河呢，16、19年呢也是属于他中年的时期的作品。所以应该是中年精品力作，这是。然后他对后面人见人爱的沈世聪，这是陈继儒的，这个是非常喜欢的。这是16、19年的4月画的，16、20年的8月陈继儒的题的，他从这个画卷上也想到了宗绍文，想到了陶敬节，对，想到了这个中国绘画史上的最有影响的2个人，想到了沃油，想到了桃源，因为后面其实沈世聪后面他其实还是画过桃源图，对，桃源图在故宫哈，对，他其实还是有一个，从这个时候可以看到他其实还是有一个隐居的一个这个。就我们称之为当时叫山人，其实就是陈继儒。大家对桃花源的追想是这千百年来中国文人的一个至高理想，到现在仍然是这样。大家总是希望能够隐居到归隐到山林里，过着非常安闲舒适的生活。就像我们这次这个最重要的这个狄彦图哈，隐居在高山当中。洗涤自己的心灵，让自己更加安闲舒适，与世无争哈。对，但是狄彦图他是一个没有人，就是他虽然画的有人，但是他是画的是自我的内心。然后这个其实田居就是还是刚刚所说的，它是一个敞开式的，我觉得是名人山水当中一个重要的一个特点嘛，它是要与人共有，它是要入世的，是这样子。对，也是一个画家，然后融入自己的理想吧，把这个画卷。然后后面他有那个藏家，就是郭云楼主郭云楼又写了，古文宾，又写了6首哈。对，词，他比较善于写词哈，常常是把自己的感想结合这个画面写词，对。可惜就是没有注录这件东西，但是可能因为这个是1860几年他的这个60年是那个郭云楼书画记还没有编，那是20多年以后的编的了啊。今天我们主要是给大家介绍这个明代的3个手卷，我们再简单说几句这个相关的比较有意思的作品。对，就是第一件就是最应景的了，任怡的麻姑献寿哈，因为今年是我们的30周年，对，是一个给我们祝寿的一个作品，也非常感谢这个有心的这个收藏家哈。其实这个。任伯年哈，大家说这海上4杰，他们当中4个人呢，就基本上都是画花卉哈。任伯年善于花卉，但是正因为他善于画人物，所以他就更特别的
特例要更出色一些。对对，被称之为海派那个先生嘛，对对，他就被称为巨波。如果他不是人物，那可能也就没有这么大的名气。所以人物化在他的这个创作当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对，我觉得应该是奠定他在艺术就是近代艺术史的这个地位的。对，因为其实人物化到清晚期，其实就是有点我们称之为沉沉相依，就有点萎靡之症、病态的那种美。对。但是他完全画的是非常很有生气的。虽然麻姑献寿其实应该是大家就是民间很喜欢的题材，也是以往的人也善画的题材，但是他画的不一样，就是画的，因为他在用色上面特别的大胆，对，这个红色特亮哈。对，除了他这个，但是也不强。对，除了他这个形象当中，就是形象其实他是脱胎于那个陈老莲。对，有一点略微的，我觉得还是有点变形，就是有点变形。对，因为您看他的头和这个身高比例一定是不是常人的，当然不是就12头美女。对，但应该也是因为是仙人嘛，对，还是仙人，就是而且他多少，因为好像是在70年代，因为那个时候还是有点受西画的影响，所以他就刚在用色上面，其实就是因为这种画就很容易俗，但是他就是又雅，然后又艳又雅，我觉得这就是非常的难得，艳而雅，对，又艳又雅。然后他为什么说他学西画的，就是有点受西画的影响，因为在上海有土山湾的，就是有这个。有教这个素描，或是这种西画对颜色，就比如我们所说的什么互补色，红绿互补色，然后还有一些纯度，就是同样是前面这个仕女的这个红色和这个麻姑的这种粉的这种云纱的感觉，就是它会有这种不同程度的这种区分，然后还有这个鹿，我觉得画的是这一段，其实人物当然很精彩，其实鹿我觉得也更精彩，所以我们在做局部图的时候用了一个有点像聚焦放大镜的感觉，有一个鹿的身上，对，把大家的视线，对，他画了很多灵芝啊，然后这个麻姑献寿是带的这礼物是最丰富的，应该是高配版，高配版的这个麻姑献寿，除了常有的这葫芦是必须的哈，对，这个你看这个谐音福禄寿，爵是高爵位啊，然后这个。灵芝酒，对，百合，然后这扶手代表福，两个寿桃代表寿。最巧的我觉得是这个葡萄，好像以往这个葡萄很少，但是葡萄呢，你看它是多子多孙，我觉得，而且葡萄都长在一块儿，就是子孙团结，这个寓意非常好。而且它有一个透明的，在中国画里面就这种透明，当然我们看到有一种透纱的感觉，但它这个就是很丰富，就是我觉得是在一个繁复里面去找这个秩序感，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能力啊。对，就是能力非常的强。其实这张图我看到，我第一还想到了货郎图，对，其实它拎出一个好多那个小东西，它是有很多一个传统，虽然有一些西画的成分就有影响在，因为看它很多的这些衣纹呢，它会再用淡墨去渲染一下，对，渲染之后它还用这个金线又去复勾，所以这张画我觉得是很用心，应该就是它我觉得一般人是很难以掌控的。壮年时期，对于任伯年来说是他壮年时期，对，壮年时期，1878年的39岁吧，这个时期，因为他那个就去世比较早，是他壮年时期，尺幅也很大。我们原来拍过，好像有一个五轮图，跟这个稍微差不多大的，2米，对，2米高，还有一个可能就是市场出现那个华多三柱要高一些所以这可能就是前3吧。从尺幅上我们能见到的尺幅上是前3，而且品相特别完好，特别我觉得是特别的好，特别夺人心魄的那种的。对，因为颜色这个东西其实是不是有一些不稳定，但这个就品相我觉得是完美啊，非常完美。然后对，然后他还有就是他有他儿子的题，任景在1925年题哈，就是他画的第3年他出生了，他也说了他是胎息陈老莲，对，学陈老莲，就是其实他应该是他的这些衣纹嘛，比如说他钉头鼠尾描，就他在很细小的
这个地方，比如说鼻子呀，这些脸部这个麻姑的鼻子呀，还有这个嘴唇啊，其实在细小线上面也是钉头鼠尾，在大的衣纹上面也是，所以就是它就这么强的这个力度。因为他没有画很多的背景嘛，对，就是能镇得住，然后这么大的高度，我觉得这个人，你想他2米，其实他是整个完全的是按照等人比例在画，是，所以就真的，我觉得这个能力真太强了，所以他能够影响之后的吴昌硕呀这种近代的大家，受到徐悲鸿的推崇啊，我觉得是黄胄。对，他绝对是那个什么。黄胄他也有很多学习这个摸年的这个仕女哈。对，就觉得当之无愧的。那我们再说说这个每一次拍卖会不可或缺的石渠宝笈。对，石渠宝笈这次有2册。2册，这是清代常熟画家，著名的瓷臣画家蒋廷锡的哈，是给皇上画的。蒋廷锡呢，他是常熟人，他就出生在书画之乡。他这个家乡出了很多历史上的这个赫有名的这些大画家哈，黄公望、吴俐、王实谷都是他的老乡。有吴俐。对，而且呢，他是世代簪缨，他父亲。他自己，他的儿子都是进士，他爷爷是崇祯进士，蒋芬，爸爸蒋一呢是康熙进士，而且呢，他们家族都善画，他爸爸也会画，对，我们曾经还卖过他爸爸的一个扇面，爸爸蒋一也善画，他自己呢也善画，除了受这个家庭的影响，他和这个马元玉接触也比较多，经常在一起切磋画艺，所以他的绘画技法是相当高的。1703年的进士，康熙进士，非常受康熙和雍正的喜欢。其实乾隆对他也挺那个看重的。他去世以后，乾隆还请自己的同时期的画家去临摹复制了一些他的作品，在宫里头悬挂，就是很看重他的。对，他好像是没有中进士之前就已经已经进宫了，就画画了。对，因为他30多岁才中的进士。对，所以其实他的应该是挺看重的。是，画的。留下来的作品呢，其实因为都放在故宫里头，对，有的就是在两岸的宫藏比较多，市面上就流传的就比较少，可能10曲里面有小70件哈，都注入了蒋廷锡本朝画家，然后有很多还有康熙的题诗，我们曾经卖过一个寿桃，就有康熙的题，就是康熙和乾隆很看重他，雍正呢也很倚重他，是在政务方面很倚重他。这2个册页时期出编哈。对，出编。然后呢，其实就是一个是仿宋人设色，一个是仿宋人墨笔，就是我们用的是一个勾染。就是其实这2册就跟我们，当然这个墨笔有点类似于就我们常规意识到它的那个文人一笔的那种感觉，但是它这个仿宋人设色呢，其实就是完全是就是有点黄泉徐兮，对，富贵的一路，对，富贵的一路。后来就是应该，我想他因为文人一笔，他应该是受到了韵寿平墨谷画会的这个影响，但是这个就是这种仿宋人的，我觉得应该是跟康熙对他的这个要求有关，因为刚刚也说到了，就是石渠宝笈注他70多件，就是这个作品，在他因为我们这2册也是陈字款。在陈字款当中呢，它其实还有仿宋徽宗，也有仿元人的。其实是我觉得应该是康熙帝希望他去寻求一个，因为韵寿平是不供奉的，所以他希望自己的这个瓷臣画家能够寻求一个宫廷画的一个途径，就让他学习更多种。而且好像您看啊，就是说这种写真的这种逼真的画法，在我们说就是在宋代。在明代，就是这种宫廷的、内廷的这些画家呢，好像就是一个必修课。对，但是好像侧重不一样。宋代的话，就我们讲的什么格物致知，就有点类似于是一种超脱自然的一种想法。那清代，其实今天我还突然想，就是大家为什么那么
宫廷里那么执着于这种逼真的这种写真术呢？我想是不是有点类似于现在我们注重科技，有点类似做谱，对，它是一个各种谱，对，它是一个就是它是一个最基本的，这是一个能力，就能显示出来我这个能力的高下，观察和表达，对，观察和表达能力高下，还是要通过这种逼真的这种写实的手法，所以它也留下了好多鸟谱，对，它其实还是有一种就是有一种更高的一个层次的要求在。那这一册其实，在工笔里面，确实非常，因为很多人我觉得应该是猛一看都会很欣赏的，因为它就是对，除了画了这些花卉，然后还有这些鸟虫有4开，就都是有蝴蝶不同的那个翻转，对，翻转的状态描绘的特别的细致。这个小猫咪抓鱼，还俩人在争斗一番哈。对，就是非常的，就是让人感觉到非常的生动，而且就是它在用色上面，因为我觉得它应该也是受到了运寿瓶的一些影响，可是呢，它好像更厚一些，就比如说这边是什么鱼儿牡丹对，然后它是对加了一些粉，在粉上面又进行了这种花蕊的进行了这种点涂，然后在这些叶子上这种经络叶子上会略微有一些红丝，它都表现出来了这种非常细腻的手法，它有厚的地方，有细的地方，然后你就会觉得，假如说刚刚沈世聪拿了一个航拍，那这个其实就是拿一个就是一个微距，就微拍，然后让我们去看这些，仿佛这些折枝的这个枝都能掐出水来的那种感觉，对，它有这种姿态。然后在这个鸟这边，这个紫色的这个我不知道是什么花，它也是这个就是完全的是一种摸骨法，它没有对。然后这个金鱼这个鱼草也是，其实也是一种摸骨法，而且我觉得这个牡丹画的特别巧妙，其实它竟然在背景染了蓝色，对，其实这一点刚刚在那个任伯年那个人物画脸部也是有蓝色，它其实通过这种冷暖的去衬托，其实就是这个里面也有一点点，对，然后这个是海棠，然后海棠因为它海棠里面是有很多纤细的这种叶落对，然后其实您看这个工虫，其实齐白石的工虫其实这个工虫我觉得很灵动，对，完全也不亚于它，很灵动，这个蜻蜓也是的翅膀，但是你能感觉到它在飞动，对，那个嗡嗡的那种所以我觉得这幅画是真的是非常的就是很值得看，很耐看，对，你会觉得越看越惊叹于它怎么画。对，你看这个蝴蝶画的哈，这个羽那个绒绒的那个，对，它有那个绒毛的质感，包括就是这些小的蓼花，然后有一个这样嘛。对，然后它的这个墨笔，这个我其实更喜欢这墨笔，对，墨笔它其实是有一些有湿墨，然后有一些淡墨，也有淡淡的颜色哈。对，然后这个其实就是碧桃，对，然后它碧桃我们其实很常见，就是要加粉色，但是它用另外的一个墨色，你也是能感觉到它层层叠的这种绒感。然后这边是很水的碧桃，然后这边应该是那个秋葵，对，然后它又用这种又有点干墨的感觉，有点涩，然后这种小的花瓣的纹路，这个是石渠注录从宫里出来了以后，到了这个定府哈，对，载泉的收藏，第5代，对，经过载泉的收藏以后呢，又到了这个南通这个收藏家吴普新的这个思学斋啊，对。思学斋其实他经手的重要作品也很多，对，很多都捐赠到博物馆去了。对，因为他去台湾比较早，在大陆的藏家不太熟悉他。我们二一秋香港嘉德卖了董其昌的那个册页，其实就是他的收藏，对，所以他其实还是一个很重要的收藏家，不仅有财力对，还做过一个专场，好像在纽约当时做了一个纽约还是在香港做过一个专场。对，那我们就用这个赵之谦的这个隶书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这个分享。
因为我觉得这个特别契合，这个适合结束。它这个叫居留孙佛记哈，对，这个居留孙呢，我们好像也不是说能说的特别清楚，只是它这么七世佛哈。对，那这个佛记。过去七佛当中的第四，对，第四，这个就是见身无实是佛身啊，了心如幻是佛幻，了得心身本性空，斯人与佛何殊别？实际上就是一种劝诫，不要特别执念于对我呀法呀，实际上。人都是这叫什么地火风水组合的，本身就是虚的。对，身心本来就是虚幻的。对，所以它这个佛记的这个一个主旨就是放下该放下的，就可以减少那些牵累，成就美好。对，所以减少内耗，现在减少内耗，别折腾，最后就能成就美好。我们就用这个结束吧。希望我们秋拍也非常的美好。对，可以。